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亨，欢迎收看阿亨剧场日记。今年是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 DPAC 成立的第11年，而且 DPAC 是我参与设计的第一间剧场。我主要的设计呢，就是负责剧场里面的舞台、空间，还有技术上面的设计。这个设计呢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，学了很多新的东西。这一期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DPAC。但是呢，这个视频其实是在 MCO 的时候拍的，我们那时候还戴着口罩，就当这是时代的见证吧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去 DPAC 逛一逛 ，Let's go！让我们去 DPAC 的剧场看一看吧 ，Come on！ 来，我们已经到了 DPAC 的剧场，当当！如果观众通常从门口进来往下走的时候呢，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curtain， 然后 curtain 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它里面是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是闲人免进的。今天带你们去看看这个房间是什么东西来的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剧场的那个电房跟它的那个 store room， 所以你看到这个电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灯光系统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空间，但是里面很多东西都很值钱的。OK， 好，看完这里，我们就继续看其他地方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剧场里面的这个 control room。所以为什么这 control room 跟这个电房那么靠近呢？其实实际上我们是特地设计的，因为这样子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就去后面，如果什么跳电啊，还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后面处理掉，所以就很快的一个很短的距离，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。然后这边就是灯光的控台，然后这边就是音响的控台。DPAC 的舞台宽11米，深7米，高6米。另外，舞台上也备有大幕和背黑幕。剧场里面的把杆都是电动把杆。DPAC 剧场这边呢，总共有5条灯光把杆 lighting bar， 好像这样子的就是 lighting bar， 所以它本身每一条 lighting bar 至少有16个 channel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scenery bar， 所以我们 scenery bar 那边有2条是有通电的，就是每条 scenery bar 会有6个 channel 的那个电给他们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？是因为有些演出他们的布景可能需要用电的，或者里面要装一些灯泡类似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了给他们，所以他们要用电的时候，这个把杆就可以供电给他们。好，看完剧场过后，我们现在看看后台跟侧台吧。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左侧台，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储存灯光跟一些scaffolding 楼梯的一个储存空间。然后呢，这里其实有2个 spare 电的，一个是60M single phase， 一个是60M three phase， 就是有些演出他们需要带一些 extra 的器材进来，那么他们的电我们可以另外提供给他们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小的桌子呢，就是我们的小小的 SM table， 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这个电视机，基本上就有个 CCTV 在观众席的正中间，它拍过来，所以我们在后台这边 SM 就会看到舞台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这边的侧台比较小，所以基本上呢，侧台基本上都会穿的。所以呢，要怎么解决呢？噔噔，看到吗？我们就用了这个 German curtain，
来阻挡我们后台穿帮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懂什么是 German curtain， 请看回去我之前的视频有介绍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看我们 D-Pack 的 loading bay 在哪里呢？就是我身后这个大门8尺乘8尺的一个很大的门口。好，这个出去。这里就是我们的LG parking， 所以这个门其实是够大，可以进一些比较大件的道具跟布景的，绝对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后面走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后台，然后呢，后台这边也是有一个电视机，我们是可以一样可以在这边 stand by 的时候可以看到舞台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准备我们的演出，顺便可以看看舞台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看看化妆间。Changing room， 这里是 dressing room 1， 是一个蛮大的那个化妆间。整个D-Pack的剧场其实有3间这样子的化妆间，有2边在楼上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吃饭的地方。这里就是green room， 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比较简单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休息。在剧场里面呢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需要跟后台跟灯光音响还有跟化妆间做沟通，所以呢，沟通的器材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正式剧场里面，我们是不会用 walkie-talkie 的，因为 walkie-talkie 的沟通方式有点单向，就是说我讲话，其他人讲话是讲不到话的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沟通工具是非常方便的，它叫做 intercom， 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叫 intercom， 它有一个耳机跟一个麦克风，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按着跟讲话，那么全部人都会听到我们的讲话，而且在同个时候他们也可以回答，所以就可以省掉很多听不到沟通上的错误。好了，介绍完D-Pack的剧场呢，我们现在继续看他们的 Black Box 黑箱 ，Let's go。这边呢就是 D-Pack 的 Office， 我们再上多一层。这里呢就是 D-Pack 的 Gallery。左边这边呢，这个就是入口，去 D-Pack 的入口，但是这个是后门，我们不走后门，我们走前门。D-Pack Black Box， 好，进去吧。当当，这里就是 D-Pack 的 Black Box。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Black Box 这个空间。基本上呢 ，Black Box 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剧场，所以呢，在设计方面呢，我们尽量让它真的是可以呈现多用途的功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介绍这个，其实就是观众席。这个观众席呢，其实是折叠式的观众席。这个椅子其实就是会收在这里，一拖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，它就变成一个观众席。而且呢，这个观众席呢可以移动的，等下我们就会示范给大家看一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呢，将给大家示范我们怎样拉开这个观众席。推进去，基本上它是一个 lock 来的，你就 unlock 掉它。那么其实呢，一个那么重的观众席，2个人就可以把它拉出来了。
好了，这个观众席就出现了，然后过后我们就把观众席反上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折叠式的观众席 ，retractable seating。Deepak 的这个观众席呢，也是特地的为了这个剧场里面特别定造的，而且这里总共有2个这样子的那个折叠式的观众席。那么我给大家猜一猜，你们认为一个这样的观众席呢有多重？3、2、1，答案揭晓，总共是600 kg 一个观众席，不包括观众，只是椅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示范一下，把这个观众席收起来，然后呢，把整个观众席移到去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看看到底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份工作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计时，我们要把这个移动这个观众席需要花多少时间？开始。噔噔，2分钟07秒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大概2分多钟就可以把一个观众席移动了，一个600 kg，4个人就可以移动观众席了，所以是非常的容易，节省时间、人力来完成这个工作。然后另外呢，这里呢也是有一面很大面的镜子在这里，因为现在有黑布遮的，你们看不到，所以呢，噔噔，看到吗？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片的镜子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比较大型的workshop，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。在这里呢，我来介绍一下我后面的这个门。这个呢不是一个普通的门，这个是我们特地定造的隔音门。最主要的就是来隔去外面的声音进来。我们来听听它的效果如何。你现在听到是非常的安静的。等我把门打开，你可以听到外面的水声非常的吵。然后就可以一关起门的话，就完全把外面的声音隔去了。所以你们也可以看看，这隔音门其实是非常的厚的。Deepak 的 Black Box 宽14米，深17米，高3.5米。来，我们先看看这边的剧场的设备。所以你看到呢，上面这个天上基本上都是打一个 grid line。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四四方方，有时候我们也是讲这个是豆腐格，每一个格呢是1.5乘1.5米的正方形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方便，然后任何我们挂任何东西，包括灯光布景一切。我现在呢就坐在这个 scaffolding 上面，平时呢我们就是用这个scaffolding 来调灯的。我上来呢是介绍给大家看，你看到这个灯光上，你看到这里每一个把杆呢，你就看到这个插座，这里总共呢有216个插座，这边的216个插座是分布在这个天上，然后还有就是在舞台的墙壁，然后两边都有的，这个就是灯光的插座，而且每个插座它都有一个号码的，去跟你说这个是几号的插座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观众席的后面呢，现在我们走着去 Deepak 的那个 Power Room。就是他们放电跟器材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就是 Deepak Black Box 的 dimmer， 总共呢有60个 channel， 这个就是 Deepak 灯光的 patch panel， 然后左手边这个呢就是 dimmer output， 然后右手边这个呢就是 circuit 的 input， 就是所谓的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个插座的插头的源头在这边。刚才所说的外面的插座呢的号码，其实就是这蓝色这个，然后这个51号52号53号这样子。这个 system 呢，其实它是一个 soft patch 的 system，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dimmer 的电接到去外面的插座那边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灯根据我们的图，我们就从这边 dimmer 分布到去外面的插座，把它拎起来。所以呢，到时候我们开这边的灯的时候，
通电就过来这里，然后外面的灯就会亮。你现在看到这个50号，所以外面的也是50号。这个50号呢，其实它是 Channel 1来的，所以等下我们开 Channel 1的时候，50号的插座它就会亮起来的。OK， 我现在又在上面这里了。然后呢，刚才所说的50号，其实就是这个插座的50号，来50，就是这盏灯，这盏 face light， 然后它是 Channel 1， 麻烦开 Channel 1一下，谢谢。来 Channel 1就亮起来了。然后就是你看看这个灯光的数量，在一个那么小小的场地，这里总共有差不多有90盏灯，可以让你好好的发挥你的灯光设计。上面这边也有，还有下面，然后还有很多灯可以提供给你做设计。然后呢，在这 Power Room 的前面，就是观众席的后面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 Control Area， 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哎，这个就是平时我们 on show 的控制的 area， 这边是灯光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音响。我们平时呢就是在这个地方 Q show 的。看过这次的视频，希望大家对 Deepak 有更多的了解，也谢谢 Deepak 的同仁帮我一起完成了这个 video。如果大家还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 Deepak 的事情，你们可以到下面的链接，到 Deepak 的网站去寻找更多的资料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 channel 还 OK 的话，请你订阅、点赞或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